估计这回最惨的应该就是 Alice 了。沈一恩他们看那边肯定都疯了，我觉得。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这么大事儿，他肯定忙死了，哪有空接你电话呀？ 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我现在就去 Alice。行，你去吧，去吧。哎，不对，哎，又我一个人干活。沈总，危机公关已经做出来了，但是外界的反应依旧没有减弱。让公关部今天之内把应急预案拿出来，记住一点，一定要对每一位资料被泄露的消费者做出必要的承诺和赔偿。好，明白。还有，对接真 Shop 的 i3服务器有没有关闭？啊，沈总，这个您之前已经交代过了。是吗？你再去看看吧，让技术部连夜升级我们的网络安全系统，免得又出现什么问题，避免事情变得更严重。我这就去。你好，我是受害者的代表律师，想见一下你们沈总。好，您稍等。沈总，受害客户律师说要见你。该来的总是要来，请他进来吧。还有，把公司的法务叫来。好的，您请进。你好，我是爱丽丝的总裁沈一恩。沈总你好，我是大华天地事务所的首席代表律师，我姓顾，他是我的助理。顾律师，我们去会议室谈吧。沈总请。今天到 Alice 来，主要是针对贵公司 VIP 大客户资料泄露的事情。截止目前，我们事务所已经收到30名受害者的联名委托，他们全权委托，授予我作为代表律师，对贵公司提出诉讼理赔。你们手上现在看到的是20名委托者的代理委托书和起诉书。我代表我的客户提出诉讼请求 ，Alice 因触犯客户隐私，严重影响了我原告方的相关利益，特此要求赔偿，包括精神损失费在内的各项损失，共计人民币1亿元，并要求召开新闻发布会，通过电视、新闻媒介对受害人进行公开道歉。顾律师，1亿是不是多了一点？这次的事件，我方也是受害者。严格来说，这次的客户资料泄露事件，并非是由我方的疏忽而造成的。我方现在正在全力对这次事件造成的损害进行补救。一方面，我们正在进一步调查黑客攻击的原因；另一方面，我们也会派出相关的团队进行客户上访，针对不同客户受影响的程度，做出相应的赔偿。我委托人的资料是从贵公司的资料库给到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至于是谁造成了贵公司网络安全问题出现了这么大的危机，那不是由我以及我的委托人应该考虑的问题。顾律师提出的赔偿金额并不合理。我提出的赔偿金额是有案可循的。在2015年2月5日，美国第2大医疗保险公司 Item 数据库泄露，包括姓名、出生日期、家庭地址、社会安全号以及受雇公司的信息，8000名用户个人信息泄露，导致 Item 公司赔偿了客户50个亿，Item 一夜破产。顾律师，我知道你说的这种情况，但当时 Item 是因为内部的过失导致的信息泄露，所以 Item 公司需要承担全部责任，而我们是被黑客攻击，事件还在调查，这么大的责任，你不能让我们一力承担吧？根据刑法第219条规定，你们这属于合法知悉商业秘密后的非法处分行为。作为责任方，在合法知悉商业秘密后，对商业进行过程中违反了权利人的相关权益。
干什么？沈总在上面开会呢。你就是新来助理孟凡主吧？我是公司股东秦野，上面什么情况？律师都来了，我现在有点担心沈总。樊竹，你去送一下顾律师。沈总，打扰了。这边请。我打你电话你没有接，看样子现在情况比我想的更糟。没事的，我会想办法。刚才那两个是律师吧？对了，万一怎么样了？我那边没什么影响。那就好。我来的路上给薇薇打电话，她也一直没有接电话。你别打了，估计他那边也已经乱成一团了。之前我一直怕你出事，没想到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这件事情，我一定会查清楚的。是莫须干的。我还不确定，不过这些天知道了一些事情。莫许并不是齐磊的朋友，而且他和陆准有某种不可告人的关系。我早就说过他们两个有问题。莫许经了 Alice 搞了一系列事情，陆准在外面放烟雾弹。陆准回法国了，我不会放过他们的。你别乱来，我自己一定会搞清楚的。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得上忙的，你随时联系我。要记住，我永远是 Alice 的一份子。我知道了。你歇会儿吧，刚出院，得多休息。没事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老妈闲不下来。再说了，我现在啊，能多为你做点家务，多伺候你一天是一天。过几年我老了，做不动了。我知道，我就知道我妈对我最好了。妈，你歇会儿。哎呀，你说你知道啊？你不惹妈生气呀，已经很知足了啊。妈，你又来了。近日，新兴网购时尚资讯平台真售被爆出用户数据泄露，数据包括用户名、密码、微信、身份证、电话号码、邮箱等多个维度，多达数千万条。不过令人疑惑的是啊，万一才刚入驻真售。Alice 是我国第一家在巴黎时装周独立举办售展。看来啊，你还是惦记着那个臭小子。妈，这次不一样，这次出大事儿了。秦野的工作室才刚刚成立。妈，我得回趟公司。也好，你这次去，就跟那个臭小子好好的说清楚。最重要的是问他拿一个态度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妈。王总，您放心，真的，我们能解决好的。对呀，对呀，你也要相信自己的眼光嘛。是，好好好。哎，好，那我们再联系啊。秦野人呢？哎呦，文熙妹妹啊，你总算回来了！我一个人我快忙吐了，我都。万一还好吗？没事，回来就好啊，回来就没事了。秦野他跑了，出这么大事他先跑了啊！一个法人跑了，留我一个人在这，你知道我一天接了多少电话吗？啊，有他这么干事的吗？累死我了！他去哪儿了呀？他还能跑哪儿去？他去 Alice 了。
一听说谁人出事儿，哎呀，打2个电话不说，急的呀，一溜烟跑了跟没影。哎呀，不是，他那个 LC 啊，确实这回比我们惨，而且秦野他自己又是股东，他着急，他就跑去看。他应该去的呀。对，他应该去。我知道，只要是老大的事儿，他永远都。国内知名杂志《真风尚》旗下的网购平台真 shop 在上线当日就出现了客户数据泄露事件，遭泄露的数据多达1000万条。目前维权的人员大量增加当中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我的身后，大量的人员聚集在真风尚的门口，抗议真 shop 管理平台出现漏洞，并要求赔偿。到目前为止，真风尚还没有给出一个官方解释。损失查清楚了吗？根据统计，被窃数据的79%是 Alice 的用户数据，21%是其他品牌的数据。Alice 的数据怎么会占这么多啊？我们查过了 ，Alice 上传的用户数据全部被窃，其他品牌只被窃取了一小部分。那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黑客对 Alice 的数据更感兴趣一些。壁咚联系上了吗？还没联系到。快去联系啊！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是。薇薇，你这边怎么样了？查清楚了吗？具体原因还没有查清楚。真 shop 和 i3的接入端口出现了漏洞，现在正在修复。还有，被盗的大部分都是你们公司的数据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也在想，真 shop 和 i3的接入口出现问题的同时，你们公司的数据又被盗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一定有人针对 Alice， 而且这个人对真 shop 和 i3都很了解，不然怎么可能在短短几个小时就搞出这么大的问题来呢？那就是说，是我这边的人出了问题。也不一定。壁咚失联了。壁咚？今天一早就联系不上他。你是怀疑 Alice 的对手收买了壁咚？爷啊，真的对不起啊，都是因为我们这边管理上出现了问题，所以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再说了，要道歉也应该是我，这明显就是有人想要对付 Alice， 才牵扯到真 shop 的。先不说这些了，你快点回去查一下，看看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。好，那你这边也要多加注意。我没事儿，你快走吧，出门的时候小心记着。好，那我走了。社长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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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社长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不应该来吗？应该，快请坐。来杯咖啡。不用了，我不是来喝咖啡的。今天我本来打算给你一个惊喜，没想到你给我准备了这么大一个惊吓。对不起啊。对不起有用吗？现在到底什么情况了？情况是这样的，事发当时我们就已经报了警，只是现在后台遭遇了黑客攻击，损失了将近1000万条客户数据。但是现在端口已经关闭了，也正在修复漏洞，我相信很快数据就会恢复的。修复？
经济损失呢？名誉损失呢？这些拿什么修复？你告诉我，你知道这件事情给针锋上带来损失有多大吗？社长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对不起，我最讨厌别人说对不起。我现在开始有点怀疑，我当初把针锋上交给你这个决定，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？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，你清楚后果的。沈总，莫董事长在办公室等您。你倒是很会选择时机出现啊。我想你应该是非常急着找我，所以我就来。是你做的？如果我说不是，你会信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齐磊的事情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，你还有什么理由这么做？对啊，我还有什么理由这么做呢？你已经说了，我们之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甚至我们还达成了共同寻找真凶的协议。你说我为什么还要对付爱丽丝？更何况我还是公司的股东，我干嘛跟自己的钱过不去？可是我实在想不出，爱丽丝还有什么对手能这么不择手段？我全当你是夸我了，谁知道爱丽丝还有没有其他敌人？我劝你啊，与其一直盯着我，还不如把注意力都放在这里，从你身边人查起。你别想挑拨我们内部的关系。我就是提个建议，查不查随你。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啊，就是我们一直要找的那个真凶，会不会也是非常了解爱丽丝的人？I3这一次遭受的攻击，跟5年前的那件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对手非常了解你们，无论是你的做事风格，还是公司运作。莫董，有时间聊两句吗？莫董，你这招真的是太高明了，这下沈嫣肯定是完了。那到时候 CEO 的位子，谁告诉你是我做的？明白，明白，没人知道是谁做的嘛。邵副总，公司现在出现这么大事故的时候，你的这个态度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莫董当初找我谈合作的时候，也不是这个态度吧？难不成你的目的达到了，你想反悔不成？我要是想反悔，你比沈一恩更快滚出爱丽丝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还想坐上那个位置，就夹好你的尾巴，做好你的事儿。你的事情我听说了，需要帮忙吗？你的好朋友莫旭已经在帮我了。你说什么？需要我说的再清楚一点吗？你和莫旭一开始就是一伙的，之前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，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欺骗。不是每一句话，不是每一件事。你不要再骗我了。
怎么样？事情进展的顺利吗？特别顺利。我想你了。我不在这一天，你都做了些什么呢？也没做什么，每天除了看看小动物就回家啦。还有时间就让默许陪着吧。辛苦了。对了，我把伊恩姐介绍给了默许。不过他俩互相好像没什么兴趣。你安排他们两个见面了？嗯，那天伊恩姐还有点不高兴。你说叶恩姐，她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呢？我有点累了，我想洗个澡。我去给你拿换洗的衣服，你在这儿歇会儿吧。我走的时候跟你说过，在我不在的时候，不要轻易对爱丽丝下手。你为什么要轻举妄动呢？我没有啊。真 shop 出问题，连累到爱丽丝，你该怎么解释呢？
我为什么要解释啊？就算这个事情是我做的，那又怎么样？真不是我做的。我承认了，我是想趁着你回法国的这段时间对沈岩动手。那是因为你这段时间你跟沈岩走太近了。我想破坏I3，但问题是我还没来得及动手呢，就已经有人抢先一步了。查到那个人是谁了吗？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这个人做事特别谨慎，应该是一个顶尖的黑客。这次真少普丢失的客户资料有90%都是爱丽丝的，而爱丽丝跟真少普对接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沈岩。这很明显，针对的就是沈岩。也许我们搞错了，也许这件事情是冲着我们来的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别忘了，你现在是 Alice 的第2大股东。那又怎么样？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，通过种种迹象表明，当年那场车祸的幕后指使，不是沈岩，不是秦野，那也就是说，在幕后一直存在着一个隐藏了多年的真凶。你回到国内，处处针对 Alice， 处处针对沈岩，有可能这个真凶早就已经注意到你了。你想一想，如果 Alice 出事，沈岩第一个怀疑的会是谁呢？我。对。沈岩早就从你这儿知道当年的那场车祸不是意外，他一定会查下去，查来查去，很有可能就会查到这个真凶。这个真凶如果想同时除掉你们2个人，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们2个互斗，然后两败俱伤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，这孙子知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？那如果这个真凶真的存在，他又开始怀疑你的身份，那你怎么做？把你手上所有 Alice 的股份给我。你要出现在 Alice， 你这个时候以股东身份出现在 Alice， 那这个黑锅你就背定了。如果我不背这个黑锅，这个真凶不会跳出来。OK， 但是有件事我要跟你说清楚啊。你报仇也好，查真凶也好，这些所有的事情结束了以后，你必须跟叶伟回法国。也许我们2个结婚了，大家就都死心了。霍总来了！今天必须要负责人出来，抵制黑心商家！抵制黑心商家！霍总，请问这次是不是真如外界传言，究竟是黑客攻击，还是有其他商业行为的幕后黑手？霍总，您今天必须要给我们一个答复啊！必须给一个答复。打算如何应对这次？贵公司首推I3项目是否会受到影响？处理问题是需要时间的，你们先回去吧。请放心，针对这次事件 ，Alice 一定会负责到底的。哎，难道您是您得走呀？您打算怎么负责呀？哎，霍总，沈总，I3项目咱们已经做了这么久了，是我承认之前真少是出了大问题，但是I3是今年的重中之重呀，为什么要全部下线呢？现在事态严重，先把眼前的问题解决了再说。正因为咱们现在事态严重，所以I3必须要保留。你听着。Alice 现在最应该要做的就是重新获得消费者的信任。如果没有消费者的信任，就算I3和真少彻底剥离，也不可能有消费群体。只要我们把I3做好，我们的消费者自然就会回归的。邵总，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想继续推动I3啊？因为I3一直都是由我全权负责的。它是由我一手创建出来的，就这么简单吗？
恐怕这又是默许给你的意思吧？你别忘了，我现在还是 Alice 的 CEO， 我说下线，就立刻下线。你不要以为仗着默许那点股份，可以在这个时候给我搞小动作。我告诉你，真shop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查清楚，一旦查清，如果我发现和你有关系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是 CEO， 你说下线就下线，我这就给你安排，你满意了吧？那就快去啊！他这是怎么了？他早就在等这一天了。霍老师，这次的事情我都知道了。刚才在楼下全是些愤怒的消费者和记者。不过这次的事情虽然很严重，但是你也不要过多的担心。资金方面的事，我会以霍氏集团的名义。霍老师，赔偿的事情我一定会自己处理好的。资金上面有问题，随时跟我说。好，霍老师，我总是让您操心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这次物质赔偿倒是次要的，关键是那些因为泄露隐私而造成的精神损失，这些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做好安抚的工作。陆总，你不能进去。陆总，你不能进去，他们在里面开会呢。陆总，陆总，你不能进去，他们在开会。对不起，陈总，我拦不住他。你先出去吧。陆准，你干什么？这里是 Alice， 又不是你的 Lazy。这是什么？股权让渡书，也就是说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拥有 Alice 30%的股权。所以呢？所以，作为公司的第2大股东，我怎么能不来看看呢？你到底想干嘛？这句话你问到点儿上了。我来劝劝你，我来劝你早一点辞去 Alice CEO 的职务。陆准，你是股东又怎么样？这里可不由你一个人说了算。先别急着激动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某些人好嘛。出了这么大的问题，总得有人出面负责吧？除了这些问题，我们正在处理中。客户的事情需要有人负责，公司的事情也需要有人负责。沈岩，我记着在真shop上线的时候，你好像当着很多的人面说过，不管发生什么样的问题，都由你全权来负责，有这事儿吗？这是我负责。霍老师，我辞职。易安，这多好，主动一点，免得我召开股东大会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对你兴师问罪的时候，面子上就没有那么好看了。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以为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陆准，你不要太过分了啊！他只是有几根头比较顽皮，我帮他梳理一下而已嘛。既然大家都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，为什么不让他痛快一点呢？霍老师，我想清楚了，我还是辞职吧。其实公司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 CEO 的位置，只因为 Alice， 她是齐磊的心血。易安，你不要冲动啊！就这么决定吧。这次确实是我的失误，我还是自己来面对，这是无法逃避的。陆准，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这件事十有八九是你和莫许2个人捣的鬼，我一定会查清楚的。最好查清楚。那这样，我在会议室
等你们的好消息。是啊，我有做吗？好吧，看到吗？哎，对呀，这个是吧？是啊，那个啊，这就辞职，这为什么辞职啊？这为什么辞职呀？我宣布，因为我本人重大的工作失误，以至于真 shop 突发事件对公司造成了一系列不良影响。按照公司的管理章程，我决定辞去 Alice CEO 一职，从今日起立刻生效。沈总，沈总，谢谢大家的好意。既然做错了，就必须受罚。沈总是为了给那些受害的客户一个交代，尽快的平息这件事情，也把公司的损失降低到最小。这个时候能选择这么做，应该说是深明大义，我个人表示钦佩。都坐下吧。我还要宣布另外一件事情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代替默许成为公司的第2大股东。希望未来的相处足够愉快。沈总，我觉得辞职的事情不用劝我了，这件事情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。我觉得并不是你的责任。不管是谁的责任，总得有人去承担。是，你可以承担，但是承担不代表辞职啊。你应该带领我们走出困境。我不想让大家继续失望。你辞职才会让大家失望。谢谢你支持我。我只是为了公司，这整件事情摆明了就是陆准和默许串通好的。如果陆准掌管了 Alice， 很容易就被 Lazy 吞并了，以后市场上就不再会有 Alice 这个名号了。也许未必会像你想的这么糟糕。沈总，你要不还是再不要再说了，我有些累了，去忙吧。何老师，去见他了。我是想劝他不要辞职，可是伊恩做了决定是不会改变的。我现在担心公司啊。公司也不是1、2个人的，公司是个整体。但是他需要一个合格的领导者。合格？你觉得伊恩还是个合格的领导者吗？啊，你别误会，我所说的合格是天时地利人和。就目前的环境来看，没有一样是对伊恩有利的。难道你也想让他辞职啊？我怎么会希望他离开公司呢？Alice 就是他的，可是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？如果 CEO 换陆准做，难道 Alice 会更好吗？我知道 Alice 对你意味着什么，可是我们要面对现实啊。我觉得这个陆准没这么简单。陆准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慢慢看就知道了。
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内情啊？什么内情啊？沈总突然说要辞职，这陆准就成了咱们公司的股东了。这事儿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可是你以前是陆准的人哎。但我现在是 Alice 的员工啊。那我以后是不是得叫你一声陈总呀？别，我也是真的不希望沈总离开啊。可是，那陆准为什么会成为咱们公司的股东啊？这商业上面的事情我哪知道？陆准跟沈总以前是好朋友，他为什么要逼沈总辞职呢？这么秘密的事情，我就更不知道了。好吧，那晚上一起吃饭，说好了，不见不散。啊？喂。打听到什么了吗？陈柏谦好像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不可能啊！柏谦原本就是陆准的人，可是看他的样子也不像是在说谎。现在这到底什么情况啊？陆准和沈岩不是好朋友的吗？您之前不是说过吗？男女之间没有什么真正的友谊。这次可不一样。如果说陆准之前是为了追沈岩不断的献殷勤的话，现在我还真的有点搞不明白了。其实邵总，我觉得您可以这个。